原来你躲在这儿啊！是我，刘泰明。你我不会看错，我是怕看错这上面的东西。你在干什么呢？校对，甩开了原稿不参教样，现在看新的了。你不能看的。韩上主编的助理还兼着责任编辑的工作，怪不得别人说，只要在韩露身边待上1年，以后去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所向披靡。但愿喽。刚才路过你办公桌的时候，我有点意外。原本以为你会贴几张卡帕的照片。明灯晃眼，只适合放在心中。上一次你请我喝咖啡，我们聊得非常愉快。哪天我会请你？不用了吧，来来回回的没完没了啊。这是礼貌啊。其实我不喜欢喝咖啡。那简单，那我请你喝茶。泰明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走吧，尚董已经在等我们了。是吗？让尚董等，那多不好意思啊！马上来了啊！周田，再见。哎，刘总，少姐，哎，经理哥，啊，刚才那个事儿，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。我们主编啊，他哪儿都好，就是稍稍有那么一点点自私。方小姐，每个人都自私，我也一样。啊，再见。啊，再见。周田，刘泰明要请你喝咖啡吗？对，为什么呀？随便说说，你们也当真啊？李爷，周田不是攀上张凯了吗？看来现在换成刘泰明了。这是送给你们两个的，希望你们两个白头到老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谢谢。你说我吧，本来也算朵红花，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跟你们这4个俊男美女混到一起了。现在呀，也只能做绿叶，反衬你们了。好了好了，我这朵绿叶敬4位红花。来，干杯，绿叶！干杯！来，哎，我差点忘了一个大事情。什么事儿？你看，看看，哎，给我看，我来看，我来看，我来看。韩上南市分众强联手，为失业大学生筹建创业基金。对，创业基金。要是咱们呀能申请到这个创业基金，酒吧就不用关门，你们的梦想就都能实现了。那这么说，我也可以去申请了。要是申请成功，我就可以专心致志的写小说、写剧本，我就可以实现我的梦想了。对，太棒了！等
们编辑部门呢，就负责接收所有的申请表格，顺便就选一些值得赞助，还有一些优秀的候选人。OK。肖总监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肖总监，我知道下个季度的广告任务是非常重的，但是创业基金的捐赠还有广告，千万不可以松懈。这不仅仅是谁署名第一的问题，而是我们创业基金它的根本。没问题。陆明啊，创业基金会的节目会那天所有的策划，这次我不打算请任何的公关公司，所以任何的事情都由我们自己一切来负责。方丽仪，你负责邀请当天晚上所有的宾客。莫名莫奇，你们两个就负责机票、酒店，还有当天晚上所有的酒水跟菜单。是。Any question？ 散会。走啊。那我呢？主编，你好像把我给忘了。听懂没有，老师？周田，来坐。要我扮演一个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？你找不到工作，但是你有一个很好的创业构思，具有可行性。于是呢，在我们韩善大学生创业基金的支持下，你就开始走向自己的理想之路。不过你每走一步，我们都是要用影像记录下来的。难道就没有人报名申请吗？哎呦，报名的人越来越多。那为什么还要我这个托儿啊？我们这次活动的方案里包括一项持续关注的计划，就是要对接受资助的大学生整个创业过程进行跟踪报道，因为是要向媒体完全公开嘛，到时候万一它里边有人不配合，所以啊，就得找个演员。那为什么选我啊？第一，你是我们公司自己人，不会向大众泄密啊。第二，整个韩上就你，朴素的像个大学生。这样吧，你回去呢，好好想一想，想通了告诉我 ，OK？ 秋田，你可是我亲自点名的，希望你好好配合我，啊？你答应了？我说考虑考虑。要是你不配合，会有什么后果啊？不知道。嘿，就算是甜甜被开除，这事儿也不能答应他们。甜甜，这可是你第一份工作，你不能刚一开始就撒谎骗人。跟你们同志联合起来，通过媒体欺骗大众。你这以后的路怎么走啊？这事儿坚决不能做。不用考虑了，明天上班就跟你们领导摆明态度，别耽误他们另做安排。工作没了，咱可以再找。这坚持原则肯定是要付出代价，啊？开不开除还不一定呢，是吧？哎，甜甜，干脆你明天就写个书面请辞书，跟领导把你的立场和理由一五一十的摆明。一，表示郑重；二呢，
也避免跟领导面对面的冲突。书面的呀，爸，是不是太正式了一点？甜甜，听你爸的，这能反映你重视的态度。到目前为止，所有的筹备都进行得很顺利。这个周田，他突然跑出来喊了这么一嗓子，所有的和谐都被他破坏了。他要不是你的助理，我就叫他走人了。欠考虑的事儿留着以后慢慢再说。一切后续的操作，等拍卖、捐助结束之后，我们再说啊。我们韩善什么时候开始啊？助理可以不执行主编的意思了呢？啊，我忘了，这是我的意思。小总监，现在谈这些问题，你觉不觉得太早了一点？行，我知道了。主编，在韩善，我的和你的差别还真不小。周田，小总监，我想知道，如果这个建议是主编提出来的，你也会拒绝吗？我会。好，也许以后我有机会验证你这句话。周田，你这回可把乔总监彻底得罪了。陆明啊，主编说封面模特的那条裙子跟去年芭莎的有一期很相似，问我你有什么意见，上去跟他说一下。哦，知道了，我也正在修改，可能裙子的长度要做些处理。要剪短啊？哇，那多可惜啊！大姐，别总说外行话好不好啊？可不可惜是用长短来衡量的吗？喂，周田，我是韩康康。以后康康再打电话给你，你就别接了啊。嗯。你赶快回来好吗？早点回来，我害怕你啊！校正完了吗？已经校对完了，发现几处小错误，已经通知印刷厂了。早点回来！我想你们。康康乖，别哭了，不许再哭。你在家里等着啊。你去接他吧，但是不可以带他去宠物学校。还有，除了你之外，不准让他见任何人，知道吗？去吧。早知道不能去沉默哥哥那，我就不费这个劲在妈妈面前装哭了。哈，你有装哭力的劲，你还不如找同学玩去。我才不找同学玩呢，他们都太幼稚。哟，你还嫌人家幼稚呢？姐姐，要不我们偷偷去看看蒋蒋和丹丹，不让我妈妈知道。不行，我们只要去了，你妈肯定会知道的。唉，
别人的妈妈怎么都不是这样的呢？哎，康康，我问你啊，你有没有看过那本世界上最脏的科学书？嘿嘿，那你想不想知道你的脸上有多少的细菌，肚子里有多少的细菌？哎呦，那你想知道吗？我带你去看。真有这本书？你没骗我吧？那快走吧！都没有，肯定都是你编出来的。才不是呢，我才没有骗你呢。我上个礼拜来的时候我还看见了。那为什么没有啊？肯定是他们整理过书架了，肯定是。看看，你在这儿站着别动，等我一下，我去那边电脑帮你查一下，一定给你找到。快点。没有。这本啊？谢谢。你看得懂吗？当然了。你学小提琴呢？在拉什么曲子？橙色啊，还有来自神秘园的歌，好多好多呢。对了，你也是拉小提琴的吗？我不是，但我喜欢。哦，谢谢。哎，对了，叔叔。你在这里看到过那本世界上最脏的科学书吗？最脏。那边。哦。脏和不脏的差别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这个书上说，从蟑螂到我们吃的东西都是脏兮兮的。那我们怎么办啊？哎，你小时候见过蚂蚱吃草吗？我小时候见过，蚂蚱吃完之后，我也尝了尝。草是很脏的，有的还有毒呢。不能吃的。可是蚂蚱吃了为什么没事？知道为什么吗？这个问题我倒没想过。这本书啊，它可以告诉你，世界上可能根本就没有脏的东西。你看看。这本书你应该没看过吧？里面一只叫呱呱的长臂猴是我最喜欢的。这本书我看过，就是那个长臂猴当了侦探之后，长臂就没了，是不是？啊，长臂没有了，后来呢？你不说你看过吗？没看完。小子。看看，我们该回去了。杜丹姐姐，你看，我们找到了那本世界上最脏的科学书了。我也找到了哈，走了，走了。这是谁呀？我的朋友啊。什么朋友啊？刚刚认识的朋友啊。你干嘛跟着我们呀？我回家啊。杜丹姐姐，她看过很多书，什么都知道。看看，很高兴认识你，再见。再见。走，看看。哎，你，等一下。你到底是谁啊？你为什么要跟康康聊天？你干嘛那么紧张啊？我当然紧张了，我们又不认识你，谁知道你有什么企图？我会有什么企图啊？来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没有书，音乐学院著名老师。看看，你真没礼貌。我没礼貌，你才没礼貌呢。哎呀，梅老师，不好意思打扰你了哈，拜拜。拜拜。梅老师再见。再见。我的计划书啊，分为3个部分。首先就是文学作品存在于社会的必要性。言归正传，废话少说。 OK， 尊重程同学的意见。
第一部分可以省略，那第二部分呢，就是反映广大非著名作者的生存现状，尤其是他们的作品不被尊重，理想在现实面前的无奈。这一部分也可以省去了，咱们直接讲创业大计行不行？哎，你认真听人家说完行不行？这第三部分啊，就是我的文学工作室的社会使命感。第一，我要在华语地区建立最全面、最完善的作家数据库，从源头掌握作品的源泉。第二，要充当伯乐，向社会推出一批又一批的千里马，用他们的作品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。第三，就是为广大文学从业者争取利益最大化，从而促进创作的良性循环。怎么样？哎，那你的工作室预计请多少人啊？初期阶段的话，15个人足够了。等到不断壮大了，还可以增加编制。项目书写的不错哦。那当然了，我花了1个星期呢。哎，你可一定要把它交到负责人手里，千万别弄错了，可别弄丢了。哦，放心吧，人在，申请书在。英子，到你啦！哎，这是我的计划书，不过我可没有冯晨那么严谨，那么天马行空。我的计划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呢，需要一间自己的工作室，那样我就可以静下心来完成我所有的创作构想。那将是一批与众不同的作品。我不敢说所有人都说好，但我敢保证所有的人都想不到。完了，用得着那么啰嗦吗？完了。不完了。唉，可惜呀，可惜我现在只是一个打工的，不能保证你们所有的人都能拿到创业基金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当然自信了。就凭我这么出色的方案，但凡有眼光的，一定会支持我的计划的，是吧？对，他们如果支持呢，那是锦上添花；如果不支持，我照样生命不息，作画不止。来，我们预祝冯哲和英子等等。快点！干杯！好，可以的。这样子啊，我下班之前发给你。好，就这样。看看，申请表也附在里面哈。当然。很可爱啊。不光可爱，还很有想法呢。什么想法呀？你看看。不错不错，是挺特别的啊。英子的？当然了。哎，这本也是我同学的，不同凡响哦。你跟他说有什么用啊？他又不是评委会的。是的呀是的呀，应该给刘泰明看看，让他帮帮你走后门好了。我的同学才不会走后门呢。看什么呢？笑得这么开心。一个人？一个人。这么巧？介意吗？不介意。报纸上写的什么呀？让你看得这么高兴？真的要听吗？刘泰明不认亲骨肉，名模沈晨怒泼咖啡。哎呀，这些报纸啊，我跟他以前确实认识，不过我们不可能有孩子。你知道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吗？去巴黎。还是韩小姐了解我。哎，你们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一切顺利。你知道吗？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，我希望在我们创业基金发布会的时候，再做一个回顾展。回顾展？这个主意不错。可是，
我们这边没有任何准备。再说了，人手也不够啊。你觉得周田怎么样？他很像你年轻的时候，而且他也是刚刚大学毕业，非常有潜力可以挖。要不，我们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试试啊？叔叔，刚才说到哪儿了？哦，赵厂商董事把民调听成降了半个音，还老是不承认自己错了。梅叔叔，上次薛前米的是我割破了皮，流了好多好多水。对了，我得了那个什么白血病了。哦，妈妈。喂，康康，康康。在跟谁说话呢？妈妈再问你一次哦，你刚才在跟谁说话呀？赵小畅。赵小畅？嗯。几点了？他早睡了。说，在跟谁说话呢？我的朋友。你不认识他。男的女的？几岁了？他做什么的呀？反正不是坏人。我要睡了。是你说的，早上不能赖床。主编，你找我？最近康康找过你吗？没有。出什么事了吗？不过吕阿姨昨天晚上倒是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她说看电视的时候里面有人说了一个英文，她猜到了意思，就打电话给我确认一下对不对。哪句话呀 ？Beer。哎，主编，我妈妈说吕阿姨这种病啊，通过针灸可以进行缓解，甚至完全康复呢。我妈妈不知道病人是谁。我让你到我们家里头去，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。现在已经一切都恢复正常了，那你是不是应该把放在我们家的心思也都收了回来呢？我知道了，主编。没事，那我先出去了。昨天，你男朋友跟康康通电话吗？昨天？不会吧？希望你告诉你男朋友，不管是康康打给他，还是他打给康康。这种情况我不想再看到。我会告诉他的。你认为你自己还算够聪明的话，你应该把心思多放在工作上头。在我这里，没有捷径可乘。
你还真生气了。哎呀，这样吧，回头你结婚的时候，我送你套最棒的婚纱。陆明啊，你说究竟什么是走捷径啊？走捷径，就是不劳而获喽。我根本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这样的好事情。你说像我这样的人会去走捷径吗？谁又在你背后嚼舌头了？你就左耳进右耳出。生活嘛，就是这个样子，难得糊涂才是最高境界。走捷径呀，是用人生最高的智慧，换取最高的效率，绝非不劳而获。那是需要聪明的头脑和超强的心理承受能力。这可不是一般的人能做到的。我就是个一般人啊。可怜的孩子，不知在谁那受刺激了。除了主编，还能有谁？在创业基金节目会之前，同时我们会多加一个回顾展，把所有世界时尚巨头他们的奋斗史作为主题。这个想法好，既呼应了创业基金这个主题，还可以鼓励那些失业的大学生们。刘泰明建议我把这个计划方案交给你。主编，这么重要的事儿，我觉得，如果说你对于所有巨头他们的历史背景不太了解的话，甚至要找一些资料的话，你可以直接找方丽敏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哎呀，这人和人可真不一样啊！一天到晚撑个半死，也不长一两肉。莫名和莫奇每天多喝2口水，都恨不得能砸到体重磅呢。那是你们在自寻烦恼。你知道吗？主编用过的助理不计其数，可是真正能在他身边待够2年以上的，我是第2个。那第1个呢？嫁人了，嫁了一个纽约的设计师。那很好啊，这不是所有韩少女孩所追求的梦想吗？是啊。主编身边的人有各自的光明前景，不过那是以后的事情。而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按部就班。你知道我们最讨厌的是什么吗？仕途篡权。我知道啊。你知道就好。你以为你找到刘泰明就很了不起吗？你即使今天跳槽，你也别想从一个小助理一步登天。啊。
得了。哎，世轩，你知道周婷负责巡回展的事吗？我知道啊。听说是刘泰明指定的。刘泰明？不可能吧？非常可能，绝对可能。听说主编不同意，他们还大吵了一架呢。你说我们这行是不是也存在什么潜规则呀？嗨，要是这样，那还用问吗？那周田肯定被遣了呗。刘泰明怎么会看上他呢？就他那长相啊，别说是我了，就是我妹呀，也能把他甩出10条街。幼稚！你们不知道，在男人的心目当中，女人最重要的不是漂亮，是这儿。你们平时要多动脑子，关键时刻只要豁得出去，你们也能一步登天的。哎呀，我可不敢。住嘴！你们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们不要欺人太甚了。周天，我们说的不是你啊，我们说的是另外一个人。对，你的人品我们都知道，是吧，莫奇？对，我们没有在说你，我们是在说别人的。你的人品我们是知道的。我们知道，真的不是你。甜甜，你怎么一个人坐这儿？那边没有位置了嘛，所以就过来了。听说主编让你来负责回顾展，难得的机会，好好把握。嗯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我什么都不懂，也不了解时尚，本来想通过这个机会好好的学习一下，不过现在可能不用了。为什么？主编又不让你负责了？啊，不是，因为我什么都不懂嘛，我怕把事情搞砸了，所以我想，待会儿我去跟主编说，让他换个人负责吧。因为泰明吧？你也知道了。宝贝儿，你觉得你请辞了就能够杜绝这种谣言吗？所以啊，你这简直就是愚蠢的想法，只会让人说你周田让人白遣，或者是你周田就是烂泥糊不上墙，遣了也白遣。可是我该怎么办？我真的受不了大家再这么议论我了。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他们都闭嘴。什么？出色的完成回顾展，给那些造谣生事的人以及想在哪里。牙齿打掉。对。还让他们吞到肚子里的。大姐这边请。是我要用哎。会议室的空调坏了，维修人员说要晚上7点以后才能来修，没办法，我只好改在资料室了。正好让大家了解一下世界时尚的发展史。我找资料很着急哎。哦，你很着急，要不要我跟主编说一下？因为周田要找资料，就把读者接待日改期。如果主编说 OK， 没问题。我马上送他们回去。
太太你们请。邓玲姐，现在除了资料室，就你这里有东西了，你帮我找找看吧。我这里除了这些杂志，跟人物都不沾边的，对回顾展没什么帮助的。那怎么办呢？妈，你看，这个回顾展呢是跟男士一起办的，他们可是有资料室哦。对呀，谢谢邓玲姐。哎，周小姐，这是刘总让我给你送的参考书。太谢谢你了。慢慢看，不着急还。谢谢。哟，你可真够有魅力的啊！服务都到家了。明天我开会的资料在哪儿呀？哦。最后确定下来了，宝马、Stucas 还有阿玛尼各出50万，欧诗丽也能出40万，还有丰兰的50万，再加上我们自己的100万，这次我们至少能融到400万。哎呀，南师那边呢，据我了解还不到300万，所以呢，这第一署名一定是我们的。令姨，回顾展的策划书我已经写好了，你能不能帮我看看？没问题，你先回去吧，我看完给你电话。那怎么好意思呀？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你这段时间加班还少啊，难得能早回家一趟，走吧啊！谢谢你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拜拜，拜拜。
的策划案我看完了，挺好的。你明天开会照这样说就行。真的吗？谢谢你。啊，没事，不客气。好，再见哦。又说啊，周老师一直夸你是演奏天才，没想到你回来竟然也教起书来了。老师，我辜负你了。看看你的同学们，坚持搞音乐的还有几个？那只要不离开音乐，那就是成功。又说，你现在是一个人呢，还是成家了呢？我光棍一条，来去自由。离了以后再没找吗？没有。在国外不好找也就算了，现在回到咱们自己的地盘上了，我可不能眼看着你40多岁了还打光棍儿，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了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怎么是你啊？丁丁，我给你介绍，这是我的学生没有书。原来你真的是搞音乐的呀？你们打什么哑谜？哎，行了行了啊，我刚刚说正事儿呢，你就给我打岔。坐下坐下。又说啊，我们医院啊，那可是美女如云啊。妈，你又在给人做媒呢？哎，行了行了。哎，吃饭呀吃饭呀，快吃快吃。来来，吃快吃饭呀。来，没事。老师，甜甜也是搞音乐的。哦。韩上，杂志社啊。这次的活动，我们男士出资100万，Mini Cooper 出100万，资生堂和宝丝还有真维斯各出50万，一共是350万。目前我们男士可以确定下来的就这么多。韩小姐，你们呢？啊，石轩。我们韩上也出资100万，目前就这么多，其他的客户还在联系中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啊，主编，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，开会之前我接了客户的电话，一大堆理由，他们都说暂时不参与了。韩小姐，要不这样吧，再给你们多一些时间，我们下个星期再联。不需要，我会很快解决问题的。请放心，韩上绝对不会只有100万。至于第一署名的事，就照之前我们协商好的，还是由你们男士为第一署名。好，接着继续下一个议题。周田，你的回顾展准备的怎么样？我的这个策划案呢，它是以实践为轴，然后讲述的是各个时尚巨头的奋斗历程，因为这样它能够把那个时尚巨头的一些故事讲出来，并且使整个发展史变成一个就是连贯的那个样子。发布会的当天，你认为所有的人有这么多的时间看完你这么多的故事吗？啊，
就算他们是有很多的时间，发布会的现场不到1000平米大，你是不是想连厕所、电梯、走廊全挂满你的展板？我让你去讲所有时尚巨头他们的奋斗史，而不是让你去按照顺序、时间把他们的故事全盘的讲出来。你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想法啊？在哪儿？我没看到啊。而且，第1页犯了一个多么愚蠢的错误 ！Hermes 它的诞生的时间是1837年，而不是1887年。每天都看你在加班，我真的很想知道你在做些什么。周田，对不起，主编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工作不够认真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2天，就2天的时间。哎，秋田，对不起啊，我昨天晚上实在太累了，就没有帮你发现那个1887。不关你的事了，我已经很感谢你给我帮忙了。哎呀，你也不用这么伤心。其实你这份策划案没有那么糟了，只是你当了乔美美的替罪羊，主编把对乔美美的气全撒你身上了。其实主编说的对啊，是我自己不够用心嘛。令仪，你可不可以再帮我一个忙？什么？今晚抽点时间出来，陪我一块想想这个策划案。啊。那个周田，今天晚上恐怕不行了。那个我妈她病了，她一个人在医院。要是白天可没问题，晚上我怕万一有点什么事儿。没事没事，那你快去吧。那不好意思，我先走了啊。我走了啊。哎呦，哎，我先走了啊。需要帮忙吗？不用了，谢谢刘主编。好，祝你好运。哎，等等！我知道了。那我先走。那个，刘总呢？刘总说他还有事情，叫我先走。哦。甜甜，我还是决定留下来帮你吧。医院那边，我今天晚上不去也没什么的。那怎么行啊？你就去陪你妈妈吧，夜里没人太危险了。可是如果你的方案今天晚上出不来，会影响活动进展的。大姐，啊？你母亲是什么病？她心脏病。心脏病。心脏病病人在最重要的时候身边不能没有人。你去吧，这里有我。
刘总，怎么好意思能烦到您呢？这是我们韩尚的事儿，我帮周田不是我应该的吗？创业基金也是我们南市的事儿。你去吧，母亲比什么都重要。其实我回来是为了赶一份材料，我刚才接了总编一个电话，他明天大早就要，所以我今天反正是去不成医院了。要不然你们两个先讨论，我先去把材料赶出来。你笑什么？哦，没笑什么。哎，对了，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？说到切入点，我在想，如果我们找到一个适合的切入点，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。时间不算是切入点吗？时间只能作为线索，不能是切入点。我问你，我们回顾展的目的是什么？鼓励大学生，激发他们的斗志啊！你知道为什么我和你的主编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吗？因为你刚刚大学毕业，你之前也经历过找工作的困难时期，所以你最应该了解这些大学生。我问你，假如现在韩尚没有录用你，你仍在待业，我想知道你会通过看到什么样的一种事情，能够激发到你。我想到了，迪奥迫于家庭的压力学习了政治，之后因为个人爱好学习了美术，认识了毕加索、马蒂斯、达利等画家。30岁的时候，他还在为费加罗报画画呢。那个时候迫于生活的压力，他甚至在巴黎的街头卖过自己的画。到33岁的时候，他才真正意义上的接触时装设计。41岁推出自己的品牌，并一举成名。连这些功成名就的大师也不例外。和他们相比，我们这些小小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你开窍了？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我本来想回来跟他说来着。可是你没有想过，这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想到的角度。他没有新意啊！你再想想，还有没有其他的角度？刚才你说到迪奥，好，我们现在就说说他。你告诉我，他成功的原因在哪？因为他赋予了服装新的概念、新的风格，并且他是第一个以注册商标来确定品牌概念的。那他为什么会想到这样做？因为在迪奥之前，所有的人都只重视服装的实用功能，而不去管它的审美功能。是他把服装变为了时装，并且是他唤醒了女性的爱美意识，让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知道自己的另一面，一种连她们自己都不知道的 new look。不止迪奥，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告诉你，所有世界的名牌，它之所以可以在人们的心目中留有重要的位置，不仅仅只是体现在它衣服的质地、设计或者是风格，更多的是因为它每一个品牌背后都有它的一种品牌精神，而这种精神，它往往可以激发。对，还有 Versace， 它的那种强烈的设计风格延伸到了各个领域，有服装、香水、鞋子、眼镜，甚至还有汽车和飞机。薇薇安·威斯伍德，她出生在一个英国的劳工家庭。她看到了和她同样出身的劳工子弟们，喜欢用他们穿着的服饰和所听的音乐，来发泄他们对当时社会体制的不满。后来，她在她自己的服饰当中加入了大量的叛逆元素，最终成为了朋克女王。最后，甚至于和英国皇室的严谨和正统的形象并驾齐驱，成为英国服饰的代表。所以，我们的切入点应该是像各位时尚大师一样，擦亮自己的眼睛，
激发自己的灵感，去寻找现今社会中心理的诉求，去满足，甚至于创造自己和他人的生活，而不是墨守成规，被动等待。嘘。你知不知道，在今晚之前，我的理想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当一名战地记者。战地记者？就你一个小女孩？对啊，因为我觉得那些新闻很有价值。你要知道，也许就是因为你的一条新闻，就能挽救许多条性命呢。那今晚之后呢？今晚之后，我觉得自己在舍近求远。当一个战地记者，当然是非常的了不起，可是我忽略了身边的这些人，倾听他们的心声，满足他们的需求，不同样也很了不起吗？更何况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和平的年代。刘主编，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现在还不甘心待在海上呢。以前从来没有人叫过我刘主编，你是第一个。你知不知道？就是因为你让我负责了这个回顾展，害我被全公司的人都认为我被你潜规则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想到会这样。好啦，事情都过去了。不过呢，我还是谢谢你，能帮我争取到这次锻炼的机会。哎呀，现在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我必须要告诉你。但是你必须要先答应我。在不违背良心的情况下了。当然不违背。我现在好饿呀，我相信你也饿了。怎么样，邀请你去我家里一块儿共进晚餐？去你家呀？怎么了？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得赶紧回家了。哼，我不管，反正你已经答应我了。好吧。走。泰明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觉得时尚就等于虚荣，除了叫人追求物质、喜新厌旧以外，一无是处。不过，今天我突然发现，其实时尚界的这些大师们也是在追求一种精神。当然，每一位成功的设计师都有他自己标志性的设计语言，他们会把他们这种追求放到这种语言当中去。卡帕通过他的战地报道，让人们更加珍惜生命。而我们这些时尚从业者呢，通过展示美，让人们更加珍惜生活。在我看来，都一样了不起。其实，任何事物都是一种时尚，比如说城市建筑，比如说户外运动。当然了，每个人对时尚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。我和你的理解就完全不一样。是挣钱多少的关系？我觉得跟挣钱多少没有关系。
时尚并不等于奢侈品。不过曾经有个朋友告诉我，奢侈品是生活的必需品。当你把它送给一个你心爱的人的时候，也就把你灵魂的一部分同时交给了他。哎，这句话很像我主编说的话哦。好好跟你主编干吧，你在他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你们俩认识很久啦？差不多12年了吧。12年前我刚刚去纽约的时候，他已经小有名气了。因为我的老师曾经教过他，所以我们就这么认识了。他当年也是这么强势吗？如果不强势的话，很多事情他都没有办法干成。7年前，韩露在巴黎谈 LV 新装发布权的时候，正好他父亲病危，当时有很多国家都在争这个发布权。他为了拿下它，他留在了法国。等他回国之后，很遗憾，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。我想，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做这样的选择。可是你知道，7年前中国的时尚界是什么样的吗？不知道。怎么说呢？如果在那个时候，陆明要拍一期时尚杂志的封面，可能1个月他都没有办法找到一件让他满意的样衣。在韩露和 LV 谈新装发布权之前，没有哪个品牌会把自己的发布权搁在中国，那是第一次。现在，我们中国所有的名牌时尚杂志，只需要一封邮件，就可以从米兰或者是巴黎调来最新的样衣。韩露功不可没。